姜维的第6次北伐是与东吴的诸葛恪同时发起的。那么，诸葛恪的20万大军为何惨遭失败？他本人又是如何被杀的？姜维掌权之后的第1次北伐战果如何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姜维第6次北伐及诸葛恪被一灭三族。252年10月，孙权病逝，年仅10岁的孙亮继位，朝政由太子太傅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把持。同年，他便命人修筑了东兴大堤，并在两山之间修筑了2座城关。此时，诸葛恪的堂叔诸葛诞是魏国的镇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事。他得知诸葛恪修筑东兴大堤后，认为东吴是在为攻打曹魏做准备，于是他给司马师建议，应该立即发兵征伐东吴。11月，曹魏兵分3路向东吴发起攻击，其中中路军由冠丘俭率领，目标是进攻武昌；西路军由王昶率领，目标是江陵。他们的作用是牵制东吴在长江上游的兵力，使其无法支援东兴。最后便是东路军，由司马昭任都督，统领征东将军胡遵、镇东将军诸葛诞，共计7万人马，目标是东兴大堤。大军到达后，胡遵等人便命令将士们架设浮桥，渡过濡须水，陈兵于大堤之上，然后分兵攻打东关和西关。但是由于城关修建在高峻险要之处，一时无法攻破。消息传到建业，诸葛恪亲自率领4万大军，日夜兼程赶往东兴救援。他让丁奉和吕据以及刘赞和唐咨等人为前锋，率先出发。丁奉对其他将领说，大军的行动过于迟缓，如果让魏军占据了有利地形，我们就很难与他们争锋了。于是他亲自率领3000人扬帆行船，只用了2天便到达东关，占据了徐塘。此时漫天飘雪，天气十分的寒冷。丁奉得知魏军前部的兵力稀少，而且胡遵等人正在饮酒聚会，于是他便对手下说，封侯赏爵就在今天。然后他让士兵们脱下铠甲，只戴着头盔，丢掉长矛和大戟，只拿着短刀和盾牌，跳入冰冷的水中。魏军的士兵们远远看见后，不仅不整兵准备对抗，还都大笑不止，嘲笑吴军。吴军上岸后，立即开始击鼓呐喊，冲向魏军的军营。魏军这才反应了过来，可已来不及抵抗，纷纷开始溃败。魏军的前部营垒很快就被攻破了。正在这时，吕据和唐咨以及刘赞等人也相继赶到，魏军惊恐万状，四散奔逃，争相抢渡浮桥，导致浮桥断裂。魏军的士兵们只能自己跳入水中，相互践踏着逃跑。魏军的将领韩宗和桓嘉等人沉没在水中，数万人战死或被淹死，缴获的车辆和牛马以及骡驴等物数以千计，辎重器物堆积如山，魏军大败而逃。主将司马昭非常气愤，他询问众人说，此战的失败应该由谁负责？军司马王仪便说，应该由元帅你自己负责。司马昭大怒，立即下令斩杀了王仪。中路军的冠丘俭和西路军的王昶得知司马昭大败后，各自烧毁营地，也相继撤军而还。至此，东兴之战结束。消息传回洛阳，大臣们纷纷上表，建议将此次出兵的将领罢免或降职。可司马师却说，此战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我未完全听从诸葛诞的建议，将领们何罪之有？最终，他只削去了弟弟司马昭的爵位，其余将领则不予追究。诸葛诞和冠丘俭则调换了管辖区域，让诸葛诞都督豫州，冠丘俭则都督扬州。反观东吴，这是诸葛恪掌权以来的首战，也是东吴近年来最大的胜利。因此，诸葛恪非常高兴，决定趁机继续扩大战果。253年春，他准备发动20万大军，继续攻打曹魏。大军出发之前，他派李恒前往蜀汉，说服姜维一起出兵。3月，诸葛恪不顾众人的反对，征调20万大军出兵攻打合肥。都督扬州的冠丘俭面对吴军的大举进攻，命令各地将领坚守城寨，固守待援，并立即向司马师请求支援。司马师连忙派遣太尉司马孚率领25万大军赶往寿春。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，以74岁的高龄挂帅出征。他到达寿春后，认为进攻方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，方能有机会成功，因此他准备暂时不与吴军交战，
等吴军的人力和粮草消耗的差不多时再发起攻击。于是，全部的压力便都给到了驻守合肥城的守军，而合肥的守军只有张特率领的3000人，他们硬生生地拖住了诸葛恪的20万大军1个多月。城池虽然是守住了，可是病死和战死者已经超过了半数。于是他便假装向诸葛恪投降，而实际上却趁机休战，让将士们有喘息的机会，以及修补城防工事。就在这时，东吴的军中爆发了疾病，很多士卒患上了腹泻和脚气病。当各营的军官每天上报的患者越来越多时，诸葛恪非常的气愤，怀疑军官们谎报病情，于是扬言要把他们全部杀掉，军官们便不再上报患病的人数。此时他明知自己兴兵伐魏将会无功而返，但他耻于承认自己的问题，并且恼羞成怒地将怒火发泄在其他人身上。朱桓的儿子朱毅劝告他立即返回豫章郡，但诸葛恪不仅不听，还将他罢官后遣送回建邺城，夺取了他的兵权。都尉蔡林多次劝说，诸葛恪一概不予采纳，蔡林便策马投降了曹魏，并将东吴此时的军情告知了司马孚。司马孚觉得时机已经成熟，于是立即命令大军出发，前去攻打吴军，并让冠纠简和文钦率军切断吴军的退路。诸葛恪得知后万分惊恐，连忙下令撤军。可是吴军经过1个多月的消耗，士气非常低迷，在魏军的猛攻之下溃不成军。而且患病的士兵太多，撤退途中大量染病的士兵流落在道路两旁，被魏军俘虏。文钦则率领精锐奔赴吴军的退路河鱼，吴军被斩首了万余人后，才狼狈地退到了江边。然而诸葛恪依然不肯退兵，在江边停留了1个多月，准备让大军前往浔阳去屯垦。可朝中的大臣们心急如焚，不得已只能让皇帝孙亮下诏，以皇帝的诏命强制让他率军返回。最终在一封接着一封的诏书催促之下，诸葛恪才慢悠悠地率军返回了建邺。回去之后，他就怒斥中书令孙黑说：“谁给你们的胆子，竟敢乱发诏书？”孙黑只能主动告病辞官而去。其他赞同皇帝给诸葛恪下诏的官员则全被罢免，诸葛恪重新选任自己的亲信担任。接着他准备继续整军去攻打青州和徐州。东吴的百姓和官员们得知后，对诸葛恪大为失望，怨恨的情绪也逐渐产生，这让孙峻看到了机会。孙峻是东吴的宗室，孙坚弟弟孙敬的后人，同时也是孙权女儿孙大虎的情人。他与孙亮密谋，准备除掉诸葛恪，于是孙亮摆下酒宴，邀请诸葛恪前来赴宴。最终诸葛恪在酒宴上被孙峻斩杀，终年51岁。他的儿子诸葛悚和诸葛建闻讯后，准备带着母亲逃跑，结果诸葛悚被追上之后斩杀，诸葛建则被逮捕，弟弟诸葛荣服毒自尽。最后诸葛恪被一灭三族，外甥张震和常侍朱恩等亲信也全部被杀。之后孙峻被拜为丞相和大将军，都督内外军事，开始执掌朝政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姜维北伐。曹魏与东吴交战的同时，姜维也发动了第6次北伐，也是他自己掌管兵权之后的第1次北伐。他率领数万人出击石营，即今天甘肃西河县西北，越过董亭，即今天天水市西南，之后迅速包围了南安郡。司马师得知后非常担忧，他询问于嵩说：“现在东边和西边的战事都很危急，该如何是好？”于嵩回答说：“姜维手握重兵，与诸葛恪遥相呼应，但他却抢食陇西的麦子，没有长期作战的根基，因此只要派遣关中诸将急速行军，便可出其不意，将其击败。”于是司马师便命令征西将军郭淮和雍州刺史陈泰率军前去攻打。当陈泰率领援军赶到洛门的时候，姜维却因为军粮耗尽，率军撤往了汉中。洛门即洛门郡，今天甘肃甘谷县西。至此军粮不济，再一次成为蜀汉北伐的制约因素。姜维的第6次北伐结束，这一年姜维52岁。